周文王，我们刚刚讲他儿子被杀了，吃了儿子的肉，而且周朝为什么要把这段历史卖掉？因为周朝以前是帮着商朝去抓人的，我是你的帮凶的，我是你的这个奴隶的。好，那这个时刻呢，周文王就发誓要把商朝给灭掉。这时候就有趣了，他就开始做计划，而他的计划的那一本书，竟然就是《易经》。对，我们讲说周文王这一块历史，它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刚才讲商朝它四处征战嘛，那商朝国力这么强，你刚才讲二里头文化出土了，是代表夏朝，那这个夏朝当时用了我那边其实有时候二里头文化的专门研究的书，还有殷墟文化的研究，这个是考古学里面太重要了。对。那夏里头文化里面那个图片呢，我在看。它有那个大概14公分的那种铜片，然后铜片上面镶嵌了一些玉石，叫立松石。那铜片旁边有很多铃铛，青铜做的铃铛。那当时是做什么用？就是夏朝里面看不到，二里头里面看不到那个所谓的青铜兵器，没有武器，没有兵器，都是这一类。那这一类是谁在？巫师在用了。巫师当时在夏朝的情况是把刚才讲的这种小的青铜片，包括有镶嵌玉石的，跟这个铃铛啊是挂在一起，然后绑在手腕上了，或者绑在腰带这边。他干什么？在祭天的时候，祭神的时候跳大神，那个两个相碰，铃铛跟那一块东西相碰，碰了就会发叮叮当当的声音啊。所以他会等于说我声音传达到上天，我来了，我要找你报道了。所以你看二里头文化代表夏朝的，它基本上都是这一块东西，都是乐器啊、礼器之类的。那到商朝不一样，商朝大量出土了这些所谓青铜的兵器出来，所以它很强嘛。因为当时其他的部族啊，有的还停留在什么其他的部落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还停留在那个用石头打仗的时代，用木棍打仗、用狼牙棒打仗的时代，所以商朝它很快，它征服，它要抓人就抓人。对。那商朝刚才讲，跟周文王有关系的是，周文王他本身以前是商朝的附庸国，他在陕西这一块，陕西周原嘛，周原就现在的陕西宝鸡这一块，那商朝。他归附商朝，但问题是商朝这个老大不重视你这个老弟，他是利用周人士惯，你帮我抓吧，抓人，抓枪人，回来抓枪，那枪就在你隔壁呀，你陕西过去比较快嘛，那你去打枪人，把枪人抓来干什么？就刚才讲了，献祭，活人献祭。所以当时周文王以前呢，他们很多议员，你叫我这样啊，我还要贡品给你进贡。还要帮你抓人，还要抓人打仗也难免损伤，所以周人对商人有很多的这种抱怨，尤其到商纣王时代，很多这种抱怨。那这种抱怨，他其实周文王就想到，有一天我取而代之，我要灭掉商朝。他取而代之，第一个是权力的一种。中国历史文明的发展，中国历史的发展，它有2条主轴嘛，一条是战争，一条就是那个战争是争霸权嘛，一条是内部的斗争，争王权、皇权呢，是用这八王之争啊，黄袍对，黄袍加身。对，那很多这种历史主轴大概不会离开这2块。那当时他就想，我要取代这样的一个霸权，周文王，要取代这样一个霸权，我一定要挑战商朝，而且要把这个样恐怖的文明啊，杀人的这种文明跟吃人的这种文明。消灭掉，那消灭掉他要怎么做？所以他必须有一套很精密的计划，精密计划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周文王有几年的时间，他是被商纣王大概隐隐有些耳闻说，这个周文王到处结交所谓的英雄豪杰啊，甚至商朝内部的一些高官，那这个人要小心了，所以就把他抓到安阳过来。就商朝的首都安阳这边，安阳过来呢，他有一个意思，就当人质，你在我这边嘛，看你我熬。然后没想到周文王很厉害，他到了安阳这边呢，他有被当人质当了7年，但其中有几年，大概有一半的时间是关下到牢狱里面去了。
商纣王不放过他，下到牢狱，甚至想把他杀掉了。那周王他厉害是到安阳以后当人质，我就利用这个时间了，利用收买或者说去笼络、结交这些商朝的一些权贵，尤其是隐隐然有反这个商纣王的这些对反商情节的。那其实确实在甲骨文的记载里面，周文王当时有结交到2个侯级的公侯伯子男的那个侯。侯级一个叫2侯，一个叫9侯。这两个人后来被杀掉了，也是被刚才讲用这种所谓的对演技，就把他煮掉吃掉了。那这2个人就是被商纣王有人打报告，一个叫崇侯打报告上去说这2个人跟周王走得很近，而且理出对商纣王的怨言，所以要小心。那商纣王听到这个，我就杀了嘛。就把那2个人杀掉，然后周文王下狱，他下狱不杀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呢，就是说我还要利用你周朝继续帮我做事情嘛，还有利用价值，对，还有利用价值，所以后来到狱中里面去，那周文王到狱中里面去，他后来下定很大的一个决心，最大的决心是什么？在这边发生了一件事，是他的长子，当时也是被他带过来当人质呢，叫伯邑考。那伯邑考刚开始过来是帮商纣王驾马车啊，因为刚才讲的一定人长得很帅啊，什么驾马车，那也没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但后来因为商纣王得知这个周文王可能有异心，所以他要说你对我们的这种文化不太满意，是不是？那你是圣人啊，圣人不吃人肉吧？吃，我杀你的儿子伯邑考，就把伯邑考杀掉。那伯邑考杀掉。有人讲说做成肉丸子，有人讲说做成肉饼，那大概就是剁一剁以后去做出来的东西嘛。那送到周文王面前，他还告诉周文王，这个就是人肉做的，对，而且是你儿子，吃不吃？那周文王说，一个成大器者，他一定要舍得这种可怕。对，他把他儿子做成的肉丸当面吃掉，所以商纣王就大笑嘛。说你不是讲圣人吗？圣人吃人肉吗？就这个周王厉害的一个地方啊，有国无家，所以他在这个安阳的这个牢狱里面，这个监狱里面，他就想我在这边有几年没事，跟以前后来汉武帝那个司马迁一样，司马迁被抓去关做史记嘛，他是在牢狱里面做易经，做易经有什么用？他想要灭掉你这个文化，我就我要学占卜，到底这个占卜可以打或者不能打，什么时候能打，从往哪个方向打，用什么方式打？这个其实在占卜里面有很深的64卦里面可以显现出来，我讲一下那个，其实刚才讲的那个。《三国志》里面有记载，这个占卜的那种威力啊。他说吕蒙要去打荆州的时候，打荆州占卜卦说到底能不能打？关羽坐镇诶，荆州关羽是蜀国五虎将里面排行第1的，所以吕蒙要去打的时候有点为难，那就请占卜师来占了就说可以打。那占卜里面的那个卦象啊，出来用8个字解释说。不出2天，关羽断头。2天之内，关羽要断头。那《三国志》是正史啊，他记载这一段，那真的是这样，历史的走向也是这样。李蒙后来杀了关公斩头啊，也是2天之内。所以你看，这个是很可怕的。中国这种占卜学说一直到后来很多，包括这一代学说后来传到占卜的这个易经占卜啊。传到那个日本，日本也是。日本遣唐使过来的时候很爱这一块，所以日本很爱易经。你知道日本最近出了一本书，是一个高岛吞象写的。高岛屋的高岛吞大象，高岛吞象这个名字很有意思。高岛吞象写了一本书叫《高岛易断》，易经用易经来断事情。高岛易断里面有记载，当时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时候，要跟清朝打，日本上面政府官员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其实不太敢打，
因为当时清朝他们认为清朝的北洋舰队啊是东亚船第一坚炮利，对，东亚第一，而且都是从欧洲比较先进国家德国、法国、英国进来呢，不敢打，不敢打。后来两派就争论嘛，争论另外一派想到一个占卜，就是占卜又占卜出来，结果占卜五次都一个卦象出来，就说打，你必赢。结果甲午战争后来走向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日本人非常非常迷信占卜这种东西，不输中国了。所以没有了这一套东西，对整个中国、对整个亚洲影响这么大。对，所以你看那个周文王，他这个所谓的易经，他其实易经两个走向，一个是他要灭掉商朝的一个西部计划，以及灭掉商朝以后，我要把它灭文，不灭人要有人是一种道德伦理的关系嘛。这个文化要把它消掉，所以整个甲骨文当时就整个不见了，埋在废墟里面叫殷墟嘛。那这是两个，那第三个就是说，在它灭掉以后，我把你这个文化灭掉，我要新的一套文化出来啊。所以人家讲说，中国的礼仪之邦是从周朝开始的。周朝以前没有什么礼乐文明、中华制度，不讲这一套，不讲人伦关系，周朝就定出这一套来，仁德治天下了。包括后来的儒家邪说、宋明理学，宋明理学讲存天理、去人欲，去人都是这一套的延伸。所以易经八卦它其实易经有很深奥的东西。那周文王做周易，易经其实有3本。有2本在现在还没找到哦。对，《易经》有一本叫《归藏》，有一本叫《连山》。那《连山》是夏朝的时代就有了，它也是讲很多占卜。那另外《归藏》是说更早，有人托名说是皇帝做的。那《归藏年》那3个不太一样，《周易》它是以天为主，以天为首；那《归藏》是以地为首，坤卦以坤为首。那刚才讲连山夏朝呢，是以人为首，艮卦，所以它其实不太一样，延伸出来理论不太一样。那很可惜是看得到记载有这些东西，到隋朝的时候，因为到隋朝才不见，对，所以到隋朝之前的文献里面还知道有这样3本易经，但其实两本不见，只剩下周易流传下来，影响最大的也是周易。好，那你刚刚讲到的周易对于周文王影响非常的大，因为易经是他其实因为商朝是一个非常重视占卜的这个社会，所以他其实到商朝，等于说当人质的时候，把这个占卜的东西学会了以后呢，他回到了他的这个周朝的时候呢，他非常努力的去铺排。所以你现在易经、周易64卦就是这么样被铺排出来的。我看到的资料，就是说现在找到了周文王住的地方，周文王住的地方非常奇怪，非常诡异。怎么诡异呢？他是住在一个半穴居，半穴居地方没有任何的窗户。他就在这个没有任何窗户的地方去铺排他的易经，铺排他的卦。那为什么要这样？他说，在商朝有一种恐怖的鸟，在商朝所有的鸟都是商人的情报官，他会在你的窗子旁边，他会偷听你的讲话，他会偷看你的行为，然后就这些鸟会又听你的东西以后回报给商朝。所以周朝是相信，周文王相信，所以周文王还住到那个半穴居没有任何窗户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里面找到他所有铺排的卦象。这时候你刚刚讲到，我怎么合纵连横，我怎么去设计，我怎么进程。刚刚讲，在这个时候，我什么时候把姜子牙找出来，我怎么样去找我最强的这个助手，全部都在那个卦象里面都有。对，那我们讲说周文王他是等于是周易的一个创始人，那里面其实有一本书叫《简商》，刚才讲了，简商这一本书里面把它讲成是周文王的日记，那周文王记载的整个细节都在日记里面。那当然有很多历史学家，包括中研院有提出不同的看法，那这另外一回事。我们讲说周文王在刚才在这个安阳的这个殷墟这个地方被关嘛，关他又开始研究，那可以显现的就是他手上应该有这个时候刚才另外2本书更早的《归藏》跟《连山》，他提出另外以乾为首的这种卦象，那他有系统的去整理成64卦出来。那64卦出来，你在这边不能让商朝知道，因为商朝你只能在心中，你不能做记录，因为在商朝里面，你学占卜是一个很僭越的行为。
很敬业，那是商王可以指定谁去做。对，你其他人不能去搞这一块，学都不可以学，对，学都不能学，那是好像国家机密一样。所以你建业，第二个会显示你有恶行。你占卜干什么？占卜最重要的国之大事嘛，容易事而已。那你就是要占卜，你是要想打仗吗？对，跟谁打仗？所以商王对吧？他很在意这一块。所以周文王在被关的时候，他还不敢做出来。那后来，因为他贿赂了很多王公大臣嘛，帮他讲好话啊，然后他儿子叫他吃肉丸，做成肉丸叫他吃，他也吃了。这样的一个人啊，商纣王说好吧，那就放你回去了。回到周原这个地方啊，周原这个地方就陕西宝鸡这个地方，其实后来考古也有发现那个商王的足迹，足迹，对，他的足迹上面其实以前是他们周朝的一个宗庙所在，没错。周文王很厉害，他在宗庙底下挖3个坑，挖3个是他的地下工作室。那周文王他知道以前有一种讲法嘛，叫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朝的祖先就是玄鸟，天上来的玄鸟，所以他跟鸟的关系相当深厚。鸟是挺商了，不会挺我周朝了。所以他这样的一种讲法是，后来他就把这个工作室呢，我们讲说秘密工作室挖在地底下，但现在考古发现是在地下大概离地面2公尺夯土的一个地方，挖入2公尺深，然后要下去怎么下？用木梯，他得在忠实的那个地板上啊，把木板掀开，像现在的密道是什么？木板掀开，然后加一个木梯，你才能走到这个工作室。你要其他也没有通过去的地方，木梯拿掉，地板盖着，这么神秘。它就是一个密道，就是一个密室。然后他这边其实不大，密室他做这一块蛮辛苦的。大概我们换算成现在，大概他工作的地方大概2坪大。那另外一间是堆他的那个龟甲，因为他要刻在龟甲上面，龟甲有17000多片，出土了17000多片，很多啊，表示他是很有心的，要弄出一个很周密的一个计划。那当时他就把这些黄金盖起来，然后他做工作的地方是挖了一个壁龛，很小，大概1尺见方的壁龛，干什么？点蜡烛用的。他是在这种一个烛光之下去搞这个易经64卦出来，跟周易出来了。那搞了几年以后，这个当时考古发现，周文王很厉害，在那样的灯光之下，而且他在做这一套的东西已经人过中年了，眼睛那么好，古人的眼睛那么好，他那个大概有282片的甲骨片了，甲骨片上面的文字你现在不用放大镜看不出来。他说形容像现在的一个小指甲片，是小指甲片。上面要刻20几个字，但是现在的我们讲那个微雕啊，微型雕刻，周文王怎么办到的？而且以前青铜器也没那么锐利，他要刻得很深字才可以留到现在嘛。那表示说周文王当时不晓得用了一个多大的精神跟心力啊，去把这个周易这一块啊弄在这个甲骨片上面。那这个甲骨片后来出来，其实周易出来根据的。很多也是从这个秘密工作室。那这个秘密工作室刚才讲说，你要下去只能有点，它四边没有窗户，所以其实很闷，尤其夏天都还闷热。那周文王这边就挥汗如雨在那边做。那他为什么要这么秘密？刚才讲周文王自己里面有提到，刚才讲说，就像他自己的日记，他有提到说，因为他怕一种东西，就是鸟，他当时在地上住的时候，经常看鸟在那个屋檐下结草嘛。那鸟飞来飞去，鸟一下冲到你门一开，它马上冲进来；窗一开，它马上冲进来，飞出去你拿它一点都没办法。所以他认为这些鸟呢，是因为是商人的后代，商人是这个鸟的后代，所以鸟一定会帮助商。你如果在地面上做这种工作的时候，被鸟看到，或者鸟会咬东西嘛，会叼走去回报商纣王，那是满族超然，不是满门超然，一个整个族人可能超然了，所以他就选择这样一个秘密的地方去做周易。所以周易当时产生出来，其实它背后有一块很辛苦的周文王的这些跟很好玩的一个。光是要刻那些字我都昏了。对，而且在2坪大这外就密不透风的地方，有多难过。对，
然后刚才讲说，他周文王在做周瑜，另外还有一个计划，就是他里面这个里面其实脚本里面有记载，他这个计划他周瑜也有写，他是很刻意去结交一些权贵啦，一些王大族，收买人心。其中一个他灭商最重要的人，他交往了一个姜子牙。姜子牙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叫姜尚嘛。那姜这个字其实是羌的一个另外用。古代羌族它分嘛，因为那是母系社会，在古代时候，母系社会女为羌，男为姜。哦，男的那姜子牙是男的，姓姜，所以他是羌人的一个后代。那姜子牙他本身，据说他本身那个演算啊能力很强，然后他的那个打仗能力也很强，而且他是当时羌人部落的一个大部落的一个首长。羌以前有很多部落。他是大部落首长，德望最高，所以羌人听他的。你只要收买这个人，跟这个人结交了，他一句话最简单，羌人全部就听他了。所以后来周文王就刻意结交有2个地方，在史书记载里面，就是说周文王还没有被抓去商纣王刚才讲下牢之前呢，他其实有跟姜子牙碰过一次。因为姜子牙刚才讲他是羌人啊，羌人他也是被抓的对象，要活人祭对象之一嘛。当时姜子牙有被抓到这个所谓的商都安阳这个地方。那姜子牙毕竟是姜子牙，他脑筋动得很快，他不晓得是收买狱卒还是收买什么。当时听说米亚这边没去啊，商纣王已经下令要把他活人祭了，要把他祭掉了。他就收买狱卒跑掉了，他躲到哪里？在商朝地界里面呢，你要找个地方人家比较不会注意，他去当屠夫。所以周子牙以前当过屠夫，或者有一种讲法，他至少当过屠夫的助理，叫屠走，那个辅佐的走，辅佐。所以姜子牙从这边，那在这边其实周文王呢，我不晓得周文王有这样的人来，是耳目众多，还是这个。其他人告诉他说，姜子牙对他周文王去找到姜子牙，给他很多的帮助啊，金钱的盘缠，让他收买更多人，讨回羌国，讨回羌地。那时候不叫国，所以他周文王刻意结交姜子牙。那后来周文王回到他的周原之后，其实还是跟姜子牙常有联络，他们就展开了这样一个灭商计划。所以刚才讲说，中国文明最大的一改变的那一天，西元前1046的1月27号，谁带队？那个周武王带队。周武王是周文王的嫡次子，伯邑考长子嘛，被吃掉了。那嫡次子继位，那继位他娶了谁？周文王厉害，帮他媒妁之言，周文王帮他订的婚姻啊，订了谁？姜子牙的女儿。所以周朝的第一任皇后就是姜子牙的女儿，他女儿很厉害，后来生了那个周王的儿子周成王。对，那姜子牙有这层关系，那等于有政治联姻嘛，那当然有军事联盟。所以当时在西元前1046的1月27号，占卜，时机到了，出祁山过黄河，打，然后就选择在牧野这个地方开阔地。当时很清楚的一个记载是，周朝其实部队不多他可以灭商，他才几万，5万多人而已啊。他写得很清楚，战车300，大概7500人。以前周朝做的战车很大，它可以载硬兵，也可以冲锋。一辆战车25人啊，那战车300，另外虎贲3000。那个侍卫军啊，最好的军团全部出动，虎贲3000，甲兵4万5，那夯不啷当加起来都就5万多而已嘛，5万多跟商朝怎么比？然后谁打前锋啊？武王殿后，主力兵殿后打前锋了，姜子牙。姜子牙就刚才讲了，然后战车300冲前锋，那牧野之战。很有趣的是，他从早上打到黄昏就结束了。商朝怎么一败涂地呢？他不是所有的青铜器，而且当时最好的马车也在他手上啊。所以后来周朝会
发展说以人治天下，这天下莫不归服的一个意思。商纣王他们杀人太多，而且商纣王之前也是一样，那是到后来商纣王变本加厉，民心思变。很多自己的大臣，他们曾经打过一次内战，就是为这个，要不要这个活人祭，要不要这种东西太残忍了。也有很有良心的、有远见的这种大臣，就是真的比干这些人。对，比干，还有刚才讲的二侯、九侯也是一样，他们反对，后来打内战输掉了，被抓了又杀掉了。所以有很多这样有良心的人，他在商朝没有办法生存。那大家有的闷着不敢说，等时机来的时候，我反。那这牧野之战的时候，商朝当时还有一个这天命，说天将亡我这个天意。当时商朝是派出17万的主力部队，远征东夷。东夷。那主力部队在外面嘛，所以留下来的可能是次级军团啦，或者是再抓一些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想到周朝敢叛变。对。所以后来一冲锋的时候，那我说牧野之战好玩的，没有人这样打的了。姜子牙主力部队300战车往前冲的时候，上面商朝这边的那个乾隆部队不敢接战，也不想接战，所以他就回头跑。他们以前用了一个字叫前途啊，前面的那个土地的前途，前途是什么？就是前面的这个所谓前面的刚才冲锋兵嘛，那这个乾隆部队前途，他不打不接战，看姜子牙一冲过来，他往回跑。如果说你是溃散逃掉，那就算了。他不是，他往回打，干脆我就往后打了。所以牧野真是这样打的。对，他其实是等于有点是我临阵投降的意思嘛。那投降我直接就往回打了以后，其他人其实本来就无心恋战了。所以商朝那么多的部队，当时记载是有可能人数了，以的人数大概也有11、12万，11、12万，至少是周朝的武器，对，有那么多武器，没有一个国家灭亡的时候只打1天了，550年历史在那天结束。对，所以说牧野之战，有人讲说它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战，也是最快速的一战，就是牧野之战。那牧野之战以后才进入周朝嘛。刚才讲了，文王跟武王他们讲说，你如果得胜以后，把商朝这一块文化整个连根拔掉，所以印度安阳才变成废墟，叫殷墟的墟，对，废墟。然后他本身很多里面的人啊，很多人他就被流放迁走，他没有杀，是用流放了。所以商人还好，他保种保下来了，保种保下来。那另外讲羌人，刚才为什么跟周文王这边愿意联系？因为商朝其实也一直想说，干脆我就把羌整个灭掉，但这样活人祭的来源就少了。那他想灭掉的时候，就是说，因为刚才讲羌人善战，包括后来的汉羌百年战争也打过了，李广的时代也打过。后来三国时代不是出了一个五虎将马超，马超是羌人啊，他母亲是羌啊，所以我们在讲说羌这样一个善战的民族，他无论如何对商朝是一个威胁，所以这是原因之一。商朝第二个想灭掉的是商朝当时想灭羌的原因是当时商朝灭掉夏朝啊，灭掉夏朝的很多移民啊逃到什么地方？现在的甘肃青海，就是羌人主管的地方。那羌人把他收留了，得罪了这个商朝，说你收这个是我要杀的，你既然能亲命要犯，你把他收藏。所以第二个我要杀你，我一定要灭你国。所以羌人当时会跟周王，你要结交我，我也想结交你，我们有志一同嘛。要不然我也有一天我会等于灭国，以前叫灭邦啦，他灭种了。对，所以你看。两个就一拍即合，对，一拍即合。所以周武王跟姜子牙打这个牧野之战，他打得很漂亮，一天结束。那漂亮以后，刚才讲，他就把商文化整个连根拔起，杀人献祭，然后后来才有那个孔子讲“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这句话出来。对，所以传世的变成第一个，这是有人讲它算是一种哲学思想，所以
有什么存天理去人意的这种观念。所以他上书里面有讲到天道无常，唯德是福。对，以德服人嘛。天子的也是一样，要教化民众，你要以德，大家天下就会归服。因为这一套东西发展到后来，我说他对中国后来文化影响很大的是孔子。500年后孔子出现，孔子定五经，五经里面就是有一个就是易经，他从这边要延伸一套观念跟文化来让后世跟当代人去学。对。所以我们只看到了《封神榜》，我们只看到牧野战争，然后觉得怎么商朝什么都不见，原来商朝是被有计划的给灭掉。那为什么要灭掉？是因为那个时代太血腥、太残忍了。周朝他们认为说这个不能再继续留在中华大地，这个一定要把它连根拔起。没想到他真的连根拔起，但到了民国初年，居然他透过甲骨文又被认知到了。不过社长，我们觉得时间过得好快，我们这样聊一聊，已经1个钟，我们已经聊了1个钟头了。然后呢？我希望的这个四大文明都还没讲。这东西我们要慢慢以后慢慢聊。我们这是刚刚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是的，我们以后真是常常来。这么快啊！这一段时间，这个在大家很多人不清楚，可是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讲，对中国人的面貌，对中国人的性格，真的出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从一个血腥、残忍、献祭的这个文明，变成了一个以所谓的礼乐、治理作乐的文明，这中间差别真的很大。非常谢谢社长，谢谢宝杰，谢谢各位宝杰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对我们的支持，还有您对我们的指教，其实我们都会认真的阅读，因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要自我检讨，甚至我们未来怎么去调整方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就刚刚讲到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些留言有什么留言，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的跟观众来进行回答。淑娟说：“支持宝洁及团队，你们是最优秀的。”非常谢谢您的肯定。当时讲说，我们的节目其实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那这种改进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听后X5R他说，政府部门主管机关应该管理一下，坚决不让中共产品进来台湾。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很难思考的是说，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网购，现在很多的网购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网购是这样直接进来。那你如果说没有任何的管制，现在很多国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台湾在这方面没有管制。你没有管制，第一个你的品质，第二个你是对台湾的商业、对台湾的产业会不会有伤害，这都是政府应该面对的问题。Rookwood 0222他说，天佑台湾，感谢宝洁，一起保护台湾，台湾人加油。当我们希望说，在台湾这块土地里面，我们真的好好的守护，好好的来保护这个国家。Karen 说：“感谢宝洁哥制作这么好的节目。其实能够做这样的节目，其实是我觉得那是一种福分，那是一种福报，我们会非常珍惜。”为20110他说他看了郑习会那一集，他说只有我觉得郑丽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吗？对于郑丽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们不予置评。立刻他看了川普无视习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说中国与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这样子比较通顺。也就是说，中国跟和平水火不容。其实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实是台湾，我们从来没有挑衅过对方。好，刚刚讲到的，我们非常认真的来做我们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我从以前我其实没有任何政党，那我也不去标榜这个东西，我只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在这块土地里面，我在民进党跑那么久的时候，我学会一句话：相信台湾，相信人民，相信台湾，相信人民，这是我做这个节目里面最中心的思想。